人类一直在尝试理解宇宙，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被回答过。在银河系数以千亿计的恒星之间，在点缀着上千亿颗行星的宇宙尺度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可能性。在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之外，也许还存在着其他智慧生命。这并不只是科幻幻想，而是一个正在被科学认真对待的问题。今天我们将把视线投向未知，去探索其他行星上是否可能存在智慧生命，以及人类究竟该如何跨越宇宙之间的鸿沟，找到它们。在此前的探索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费米悖论，也就是宇宙中外星文明出现概率极高，却始终缺乏任何直接证据或接触的矛盾现象。但这一次，我们要把望远镜转回来，不再只是思考外面有没有智慧生命，而是进一步追问，如果它们真的存在，我们该如何找到它们，甚至如何接近它们。我们将审视那些正在被提出的前沿技术和理论路径，看看未来是否真的有一天能够把人类送往群星之间。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人类踏上遥远的异星土地，成为其他文明眼中的外星人。这个念头不仅令人兴奋，也正在重新塑造我们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理解，并凸显出人类正准备迈出的那些极其关键却又充满风险的第一步，迈向真正的星际旅行。而在我们的太阳系内部，对地外生命的探索则显得更加脚踏实地，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虽然在近邻天体中直接遭遇智慧生命的可能性看似微乎其微，但我们仍然有希望发现过去或仍然存在的微生物生命迹象。火星凭借其古老的河道与湖床遗迹，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潜在的生命摇篮，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候选者。木星的卫星木卫2欧罗巴被认为是寻找地外生命最具吸引力的目标之一。这颗被厚厚冰层覆盖的世界直径约3100公里，略小于我们的月球，距离地球大约6亿多公里。科学家普遍认为，在它的冰壳之下隐藏着一片巨大的液态海洋，其水量甚至可能是地球所有海洋总和的2倍，这让欧罗巴成为天体生物学研究中的重点对象。即将发射的欧罗巴快船任务正是为了揭开这颗冰封卫星的秘密。它的主要目标是评估欧罗巴冰下海洋是否具备支持生命存在的条件，通过对冰壳结构、地质活动以及可能喷发出的水与流进行详细勘测，判断那里是否存在适宜生命的环境。然而，探索欧罗巴并非易事，它所处的强烈辐射环境足以在数小时内摧毁未经充分防护的探测设备，这也让人类登陆探索在现阶段几乎无法实现。以现有技术而言，载人前往欧罗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遥远的距离，更因为那种足以致命的辐射条件对任何人类成员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风险。可问题是，如果连在我们自己太阳系内部寻找生命都已经如此艰难，那人类又凭什么去想象有一天能够真正探索银河系中的恒星世界呢？目前人类设想过2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建造所谓的世代飞船，这是一种假想中的星际方舟，它以远低于光速的速度航行，由于前往临近恒星可能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最初登船的那一代人注定会在航程中老去并死去，飞船将由他们的后代继续驾驶，完成这场跨越世代的旅程。但你可以想象，这种方案存在着大量问题。如果一艘飞船需要经历好几代人才能抵达目的地，那么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地球上的科技很可能已经发生了飞跃式的发展。等飞船还在星际深空中缓慢前行时，人类也许已经研发出了更先进的推进技术，甚至制造出速度更快的飞船，反而先一步抵达目标恒星。这种悖论让世代飞船在现实层面显得既低效又充满不确定性。于是人类把希望投向了第2条道路，提升推进系统，本质上就是让飞船跑得更快。为此 NASA 已经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设计、建造并测试一种核动力火箭。这项技术有望将目前至少需要7个月的火星航程缩短到仅仅45天左右。这种火箭依靠核裂变反应堆为发动机提供能量，在理论上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2公里。当然，也存在更激进的设计方案，比如利用磁场引导高温气体喷射的构型，理论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97950公里，也就是接近每秒55公里。但即便如此，这样的速度目前仍停留在设想阶段。即使假设核动力推进真的实现了，要飞往比邻星这样的邻近恒星，也依然需要大约26000年的时间。问题的根源始终没变，宇宙实在太大了，
不过，在另一种被称为核脉冲推进的概念中，科学家提出，飞船或许能够达到每秒13411公里的速度，也就是光速的 4.5%。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人类可以在100年左右抵达比邻星。此外，还有一些更激进的设想，认为飞船的速度甚至可能达到光速的 10%， 比如利用恒星能量推动的太阳帆系统。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案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另一项被称为突破星射的计划，目标更加激进。这个项目希望研发一种纳米级飞船，能够以接近光速 20% 的速度航行。它的核心设想是利用地面或轨道上的强力激光，为一艘极其微小的航天器提供推进力，将它直接推向最近的恒星系统——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当然，这个构想同样面临巨大挑战，比如飞船在漫长航程中如何在宇宙辐射、粒子撞击和极端环境下保证自身电子系统的存活。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上，这是目前人类最接近真正飞向恒星的方案。突破星射计划由突破倡议组织推动，目标是打造一支概念验证级别的光帆星际探测舰队。整支舰队预计由大约1000艘微型飞船组成，每一艘都被称为一枚星舰。这些飞船体积只有厘米级，重量仅有几克，却被设计为能够完成跨越星际的航行。其中一个关键任务是对半人马座 Alpha 系统中的比邻星进行飞掠式探测。比邻星 B 是一颗体积接近地球的系外行星，位于母恒星的宜居带内。如果飞船能够以光速 15% 到 20% 的速度飞行，那么抵达这颗行星大约需要20到30年，而探测数据返回地球还需要额外大约4年的时间。随着比邻星 B 的发现，寻找外星生命的探索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颗位于宜居带内的系外行星具备液态水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点立刻点燃了科学界的想象力，也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也许不必横跨整个银河就能找到生命迹象的希望。当然，如果把找到智慧生命作为目标，把比邻星 B 当作第一站，仍然显得过于乐观。因此，科学家的目光很快投向了更远的目标，比如格利泽 667c 系统中的另一颗行星。这颗行星同样被认为具备维持液态水的条件，是寻找地外生命的又一重要候选者。它距离地球大约 23.6 光年。如果假设人类拥有一艘能够以光速 20% 飞行的理论飞船，那么抵达那里也需要大约118年的时间。格利泽 667cc 被归类为超级地球，也就是说，它的质量比地球更大，但又小于天王星和海王星这样的冰巨星。这类行星被认为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具备比地球更稳定的宜居环境，它很可能拥有岩石构成的地表以及相对更厚实的大气层。正是这一分类让科学界对它格外关注，因为它所处的位置正好落在母恒星的宜居带内，这意味着它的表面有可能长期维持液态水的存在，而液态水正是我们目前所认知生命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处目标 TRAPPIST-1e。 这颗行星距离地球大约 40.7 光年，即便假设我们拥有一艘能以光速1/5飞行的理论飞船，抵达那里也至少需要200年以上。TRAPPIST-1e 围绕着一颗超冷红矮星运行，同样位于宜居带内，那里的温度条件理论上允许液态水存在于行星表面，这是生命存在的重要前提。这颗类地行星属于一个极为罕见的行星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多颗行星都可能拥有水资源。正因为这种多点宜居的特性， TRAPPIST-1e 在寻找外星生命的讨论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与地球相对接近，又具备潜在宜居条件，使它成为人类探索太阳系之外生命可能性的一个醒目坐标。而当我们的宇宙航程继续向外延伸，下一站就变成了开普勒 186f。 这是一颗类地系外行星，同样位于其红矮星母星的宜居带内，但它距离地球已经达到了大约580光年之遥，位于天鹅座方向。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如果某个外星文明正用一台足够强大的望远镜观察地球，透过我们的行星大气层，那么他们看到的将是公元1444年的地球，甚至可能是在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前的世界。这个视角本身就足以让人重新理解宇宙中距离与时间的尺度。开普勒 186f 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与地球相近的体型，更在于它稳定的运行在宜居带内。其母恒星属于寿命极长、变化相对平稳的恒星类型，这种环境有可能为复杂生命的长期演化提供稳定条件。当然，巨大的距离
也让探索几乎变成一种遥不可及的设想。即便使用假想中的飞船以光速20%的速度飞行，人类也需要大约2900年才能抵达那里。当我们的目光继续向银河深处推进，距离开始变得更加令人震撼。开普勒尔 22b 同样位于其恒星的宜居带内，距离地球约640光年。这颗行星以其潜在的宜居性持续吸引着科学家和科幻爱好者的想象。它的体积可能大于地球，这引发了一种大胆的推测，那里也许存在着更加广阔的海洋，甚至是与地球截然不同的生命生态系统。仅仅是可能存在生命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类反复凝视这颗行星，试图在遥远的星光中想象另一种世界的模样。然而，无论这些行星看起来多么诱人，即便是在最理想的假设下，它们仍然远在我们触不可及的距离之外。银河如此辽阔，时间如此漫长，而我们才刚刚学会抬头仰望。